最近中美双方在巴拿马运河上再次的交锋，原本属于前香港首富李嘉诚集团的几个巴拿马港口，现在却要卖给美国了。这引起了外界猜测，李嘉诚这是要跟中共跳船倒戈美国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李嘉诚卖巴拿马运河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说起李嘉诚大家应该多少听说过这个人。作为前香港首富，他创办的长江和记实业是香港最大的企业之一，并在全球投资了不少的房地产、港口、能源、电讯等等的业务。那在香港回归之后，长和集团呢也大举的进攻中国内地市场，投资了不少中国房地产项目。外界呢也因此纷纷猜测，李嘉诚和李氏家族应该是和北京当局建立了不错的关系。但习近平上任之后，长和集团却开始陆续的撤资，不仅减少了许多在中国的投资，甚至也卖出了不少香港本土事业，将重心移向了欧美市场。而这一次在中美关税战开打之际，长和集团再次宣布要撤资，将在巴拿马运河几个港口的营运权卖给美国的公司。先前陆续撤资加上现在又要把港口卖给美国，这些举动让许多人怀疑，难道李嘉诚不想要再和中国官方继续合作，要跳船倒戈到美国那边了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李嘉诚为什么要卖巴拿马港口？这笔交易有多么重要？交易成功的话，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可口可乐称霸世界的神秘配方到底有多神秘？可口可乐发明了100多年其中神秘添加物还是个谜。目前完整配方被锁在一个大保险箱里面，据说只有几个高层知道内容，而且连身份都是绝对机密。多年来呢，有很多人尝试破解这个配方，但都没有办法复制出完整的可乐味。可是没有想到呢，2012年可口可乐居然公布了其中几个神秘原料。那什么嘞？我们先卖个关子，等等揭晓。有人认为神秘配方只是行销的噱头，可乐让人上瘾的关键其实是他们的品牌塑造能力。那如果你也想要学会这种能力，绝对就要来看看强者我朋友 JL 开的问对问题，设计你的解决方案线上课程。罗生俊 JL 是经手过 HBO、金曲奖、Netflix 等等国际品牌的知名设计师，他同时也是一名创业家。这门课呢 ，JL 会带大家从问对问题开始，把天马行空的想法透过设计思考变成有商业价值的方案。上课呢还免费的送商业提案模板，帮助你快速的上手学会提案。那位 JL 呢是我认识多年的超朋友，现在新课有限时的优惠，输入77折扣码还可以再打折，真的超级划算。好的，那说回神秘配方2012年有报道指出，可口可乐透露他们饮料添加的神秘原料呢有香草还有肉豆蔻，而且可口可乐甚至是这2种香料在全球最大的消费者之一。不过就只有讲这样的而已，剩下配方呢还是不知道什么。可恶，好想要自己做可乐。那你觉得里面到底放了什么呢？巴拿马运河全长82公里，穿越中美洲，连接起太平洋与大西洋。每年呢会有约1万艘的船只经过巴拿马运河，平均的年运载量呢高达了6亿吨。这条航道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的命脉之一。那自从1977年之后，这条运河的主权一直属于巴拿马共和国，由巴拿马负责管理。不过，运河两端最重要的2港口，其实自1999年起便一直由香港的长和集团经营。长江和记实业呢，是由前香港首富李嘉诚创立的跨国集团，在全球投资基础建设、能源、零售业务等等。像是我们熟悉的屈臣氏，就是长和集团旗下的。同时，它也是世界上面最大的港口投资还有经营商之一，控制着在美洲、亚洲、欧洲等多个港口。像是巴拿马运河当中的巴尔博亚港与克里斯托瓦尔港呢，长期都是由他们负责营运。那在2021年时呢，长和集团还跟巴拿马政府续约，将巴拿马运河上面的2个港口的营运期限延长到了2047年。但就在签约没过几年后，长和集团突然宣布将把这2个港口卖给美国的财团。今年的3月，长和集团宣布计划以228亿美元的价格，将港口业务全部售给美国贝莱德集团旗下的财团。这笔交易中卖出的港口不只包含了2个知名的巴拿马运河港口，还涉及到了长和旗下遍布全球22个国家的40多个港口。那如果交易顺利进行，它的整体价值呢将近230亿美元，其中包含了50亿美元的债务。那对于这笔涉及金额浩大的交易李氏家族出来回应说，卖出港口业务纯粹是出于商业利益考量。但许多人却觉得，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并没有他们讲的那么单纯，甚至有着不少政治因素的考量。因为其实在此之前呢，中国和美国两方就已经开始在巴拿马港口的经营权上面角力。正如同刚刚所提到的，巴拿马运河是世界贸易的重要航道。那为了争取在国际贸易上面的优势，不少国家都试图要掌控巴拿马运河的港口营运权。
尤其呢，在这个川普上任之后，美国对于巴拿马运河就有着不少的动作。1月时，川普呢就曾经公开批评巴拿马运河是受中国控制，美国船只经过这些港口时要付出更高的费用。他呢甚至还直接说，不排除用武力和经济手段收回巴拿马运河。之后2月，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访问巴拿马时，他也说中国对运河的影响是不可接受的，并已经违反了巴拿马运河的中立条约，要求巴拿马政府立即做出改变，否则美国将采取行动以捍卫权利。对此，中国官方呢就回应说，川普和美国的说法完全是谎言，中国并没有控制运河。那至于运河主权的所属国巴拿马，一方面呢，他们强调说运河一直是中美洲国家管理的；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对长和集团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包含对在当地营运的长和集团子公司进行审计审查。2021年呢，巴拿马运河港口营运特许合约等等，巴拿马最高法院呢还提起诉讼，要求取消和记港口集团在巴拿马运河的港口营运合约。那在中美角力、巴拿马政府调查不断的状况之下，许多人猜测李氏家族正是呢在受不了这些政治压力，才会卖掉港口的业务，陆续撤资。甚至还有人说，他们是不想要再和中国官方在同一条船上。许多人认为李嘉诚家族会卖掉港口业务正是想要从地缘政治、美中角力的风险当中抽身，重新配置资产。而且港口业务的营收呢，只占到长和整体营收的 9%。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卖掉港口业务对他们来说不会到损失太大，反而还能够获得几百亿美元的现金流，用来投资政治风险更小的产业。那除了想要自保不愿介入这个中美角力的说法，还有许多人进一步的认为，这可能也代表着李嘉诚家族根本不看好与中国官方的合作，他们想要尽早的跳船。他们会这样猜测呢，不只是单纯因为这次的卖港口事件，也是因为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李嘉诚家族呢就曾经多次的表露出这样子的迹象，试图撤离、抛售与中国香港相关的业务。例如2015年时呢，长和集团经历过重组后的企业注册地呢由香港改到了开曼群岛，当时就引起不少人怀疑李氏家族是不是想要逃离香港。那最近几年呢，李氏家族也出售位于上海的这个高逸上城、南城都会等等的多个房地产项目，以及位于这个香港的地标建筑中环中心，并且将更多的关键投资项目转移到欧美等等。这些也都引起了外界的猜测，李氏家族不再看好香港、中国内地市场，试图与中国切割。另外呢，因为这一次的港口交易的买家偏偏是美国集团，还有一些人因此揣测李嘉诚不只是想要跳船，甚至还要倒戈美国。那话说回来呢，不论李嘉诚真实的意图如何，从这个结果来看，这笔交易很有可能对于美国比较有利。对此，中国也坐不住了，试图叫停这项交易。当长和宣布要将港口卖给美国集团之后呢，川普就在最近的国情咨文当中高调宣称，美国正在夺回巴拿马运河。对此，中国外交部则回应说，对于商业交易不予评论。不过，虽然中国外交部是这样讲，但香港本地的一些立场亲中媒体却纷纷的发布评论说，这场交易很不合理。像是大公报多次的发文批评，这是唯利是图、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助长了霸权主义的气焰，对于中国的全球港口布局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等等。那除了香港的一些媒体发文批评中国政协副主委梁振英也在脸书上面间接的回应此事，说有些香港商人误信商人无祖国，以为一切在商言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呢也回应说，特区政府要求外国政府为香港企业提供公平环境，反对使用胁迫施压手段，同时指出任何交易要符合法律法规。那在香港的一些官员表态之后呢，中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开始介入调查这笔交易当中是否有安全漏洞，以及是否违反反垄断规定。可能是因为调查的关系原本长和预定呢在4月2日跟美国集团签署交易协议，目前也暂缓签订。那虽然目前这笔交易暂缓，但如果日后真签订的话，仍会给全球的航运贸易格局带来不小的影响。有专家分析，如果交易真的达成的话呢，美国将会是直接的获益者，他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港口资源，并且对于通行的中国船只征收更多的费用，从而加强对于中国的贸易管控。那相对的，对于中国来说，贸易关键港口被美国拿走，他们的全球贸易供应链将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就会让他们在中美关税战、贸易战当中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但也有一些人分析，中国的损失可能未必有许多人想的那么大，因为香港仍是自由港，理论上北京方面呢不能够直接的插手香港企业的交易。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过往其实中国对于巴拿马港口的控制力就没有到太强，因此就算交易达成中国也只是失去了一个对于中国有利但中国本来就不拥有的资源，影响不会太大。
另外，针对这起事件呢，也有一些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他们觉得在这一次的交易角力当中呢，已经看到了不少中国插手干预的迹象，这也都代表着香港贸易自由独立的地位正不断的被撼动。那如果这次交易最后真的被中国官方完全叫停，那可能也代表着中国对于香港的控制再一次的加强，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将名存实亡。我们因为这次事件呢，看了不少的相关资料，我们觉得其中有些背景脉络值得跟大家进一步的补充还有分享。像是其实中国目前对于全球的港口有着不小的控制力，他们透过一带一路当中的基础建设投资政策，在全球呢向许多的国家提供贷款、技术资源，参与当地的港口建设，从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多个重要的港口，例如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还有秘鲁的前开港，以及呢非洲的多个港口等等，中国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力。那最近这几年呢，美国似乎也意识到这个现状，开始不断的加大力度收购港口的管理权，并希望以此作为地缘政治的筹码，对于中国施加更多的贸易限制。那么在这样子的中美港口控制权的角力当中呢，像李嘉诚家族这类原本倾向中立的香港资本，便被迫需要面临关键的抉择。尤其在近几年中国对于香港的控制越来越强的状况之下，他们的处境也变得更加的两难。从这一次的事件呢，李氏家族的态度来看，我们觉得一方面他们可能并不想要明确表态，牵扯到政治；另外一方面呢，为了避免地缘政治的风险，他们只能够尽早撤资，退出这场纷争当中。另外呢，这可能也隐隐的显示出，在李嘉诚这类的香港资本眼里，在国际投资上面与中国站在同一边，仍然是一件风险很高的事情。而在另外一边，对于中国来说，这可能也意味着过去仰赖香港资本投资港口的方式，现在也不太适用了。香港资本的撤退可能会让中国对于全球港口的控制力有所下降，他们可能之后呢也会更倾向本土企业的投资还有向外建设。那在这些变数之下，未来中美在全球港口资源的竞争有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中美贸易关税战也可能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一些观察跟推测，未来究竟会如何走，也还是要看看这次巴拿马港口事件的后续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之后李嘉诚真的会卖掉巴拿马运河的港口吗？交易会成功吗？ A 会，中国再怎么出手也难以完全的干预交易。 B 不会，中国会想尽办法叫停交易。C 有待观察，中美之间可能会协商出折中的方案。D 其他人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李嘉诚卖巴拿马运河港口事件。此外，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中美贸易战以及跨国企业的逃税天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